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传统相法之手相。手有通天文，富贵自天来。手相学中通灵线也叫神秘线、天目线，有此线的人有极强的敏感线、心理感应性，非常富有幻想色彩，天文、地理、人事无所不晓，又称通天文。通天文在手相中起于乾宫，直达离宫，有的抵达中指底部。拥有通天文手相者，多比较有才华，毅力心强，恒心持久，一生容易获取大的财富。左手有通天文，左手有通天文者，祖上基业深厚，事业上会得到祖上的支持，因此事业方面可以顺风顺水，一路财运亨通，贵不可言。这种人是属于一辈子都不缺钱的人，从小就家庭条件优越，长大后由于自己善于理财和自身赚钱，因此可以越赚越多。右手有通天文，右手有通天文者很多是靠自身的努力发家致富，此人机智异常，非常适合商场，所以此人这辈子财帛不缺，越来越富有。同时这种人的野心很大，拥有敏锐的眼光，所以常常能够发现别人发现不了的商机，从而赚得满盆钵满。双手有通天文，双手有通天文就是指两只手都具有通天纹路，拥有此纹者，前世一定是个大慈大悲之人，因此这辈子有如此福报。这种人前途不可限量，一生财富无数，事业上大有作为，这辈子钱财不断，并且此人年龄越大就越富有。手相通天文如果断开，或者出现其他杂纹干扰，则表示事业方面有阻碍，严重的会出现破产或者贵人缺失。手相中通天文由乾宫入离宫，另有分叉纹路，也是比较清晰通向坤宫者，代表有学识或者艺术、技术才华，同时还代表事业多遇贵人，一生财运丰富有足，不愁吃不愁穿。十分罕见的富贵手相，女人手握川字和凤眼，注定一生财旺富运旺。如果一个人命中带财的话，是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出来的。比如说在面相上，可能就有特殊的地方，如果是专业的算命大师，肯定一眼就能看出。再比如说，他们可能还拥有富贵手相，哪怕颓废懒散，也照样能够成为有钱人。下面就跟我来具体了解一下女人大富大贵的手相。女人富贵手相。财运线身。财运线就是一条位于小指根部的竖纹，如果财运线伸直有力，说明这类女人特别聪明有能力，她们凭借着自身的努力，不管是正财收入还是偏财收入，都是极为可观的。而且他们非常善于做投资，每次都能够精准把控大热的领域，最终必然能够赚得盆满钵溢。掌中太阳丘隆起饱满。太阳丘即无名指的根部位置，主财富。如果女人的太阳丘饱满隆起，说明她们的正财运势和偏财运势都能够保持不断上升的趋势，她们可以时常得到一些意料之外的财富，比如说买彩票中奖，还能够在职场中斩获出色的工资收入，非常有钱。手掌财库多。财库指的是手中的掌纹构成的三角形或者多边形的封闭空间，女人手掌财库多，说明她们非富即贵，可能出生于大富大贵的人家，即便自己不努力，光是依靠父母的庞大家产，便能够拥有非常富足的生活，小日子特别滋润，令人羡慕。手掌厚实，掌心柔软。如果女性手掌厚实，掌心柔软，说明她们拥有富贵命，一辈子都不用吃苦头，可以赚到特别多的巧钱。她们很聪明，
贵人缘相当不错，在高人的指点和帮助下，总是能够获取前沿商业资讯。而且他们还特别会理财，知道该如何钱生钱，而且花钱也极为节俭。5. 指甲圆又红。如果一个人的指甲长得近似圆形且色泽红润的话，这种人大多身体素质比较好，整个人气血充足，精力非常的旺盛，无论干什么都会很有活力和干劲。这类女人大多个性非常的严谨，做事认真负责，而且善于打理钱财，善于经营，又不会胡乱花钱，工作能力和赚钱能力都非常的出色，一生财运亨通。如果娶到这种女人的话，全家人都能收益，大吉大利。6. 掌后指无缝。在相学中，如果一个人手掌长得较厚的话，这种人大多属于贵人之格，属于难得的富贵手相。若是再加上手指间隙较小，看上去无缝的话，这类女人大多聚财能力非常强，善于发现和把握商机，待人也比较的诚恳，身边的贵人较多，容易得到身边贵人的助力，尤其是在投资理财方面，很有做生意的头脑，容易发大财，而且一生的运势平稳，不会出现大起大落，必定能够福禄双全。7. 左右双断掌。一般来说，女人掌有断掌是不太好的，因为大多断掌的人都是单手断掌纹，若是女人的双掌皆是断掌纹的话，这类女人大多个性极强，对人对己都有种狠劲。民间常说这种女人克夫，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类女人性格坚毅，做事坚持，创造财富的能力非常强，不仅不会克夫，还能够帮助丈夫走向成功，可以兴旺丈夫的事业财运，家中自然也是财源滚滚，能够招财进宝，为家中积累下不菲的财富，富得流油。8. 掌心凹陷。掌心凹陷的女人天生富贵命，财运好，能得祖辈帮衬。拥有这种手相的女人一般出生家庭较富裕，很多都是含着金汤勺出生的，一出生就注定衣食无忧，得到众人的喜爱。优越的家庭条件让他们少吃了很多苦，无论是婚姻还是工作，有家庭做后盾，基本不会遇见什么大灾难。只要自己努力认真，很容易获得稳定的收入，加上祖辈的恩惠，一生的资产不仅丰厚且稳定。这样的女人如果结婚，能给夫家带来好财运，同时也会得到丈夫公婆的宠爱，婚前婚后都是非常幸福的，受万人恩宠，此乃多福之人。9. 手掌厚实。手掌厚实的人，无论男女，命运都不错，尤其是财运比常人好很多。一般手掌厚实的女人事业运势比较好，她们有事业心，相比爱情更看重事业。这种女人很精明能干，为人处事圆滑，所以在单位里面也是一等一的领导人物。如果家庭富裕的，就算是走后面也很快做出自己的成绩，让下面的人心服口服。如果是家世一般的，也能很快发家致富，就算是白手起家，也能很快在事业上杀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事业道路。因为天生对金钱有一种执念，所以也是非常喜欢金钱的，比较物质，只要跟金钱有关的东西都很有兴趣，这也是他们能大富大贵的原因之一。10. 手指圆润。手指圆润的女人看起来就是有福气的人，在手相学里面，确实手指圆润的女性大多福气都很好，而且家大业大。拥有这类手相的女人是典型的贤妻良母类型，其温柔善良的性格很容易就吸引异性的喜欢，就连同性有时候也会被她们的魅力所折服。这样的女人未来定会很容易得到伴侣的喜爱。同时她们勤奋简朴，懂得体谅别人，不会因为安逸而颓废，也不会因为苦难而退缩。家里拥有这等女性坐镇，天塌下来都不会怕，因为有她们帮忙顶着。
此外，他们祖先比较有钱，所以家庭背景很强大，就算结婚也能得到娘家的帮助，非常幸运。2. 女人手上有哪些纹命好？ 1. 食指上有3约纹，食指的关节处有一道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指节纹有3条，则叫做3约纹。如果食指上有3约纹的话，说明这类女人可以成功嫁入豪门，婚后生活富足无忧，有个会赚钱的老公，他们不需要在外面奔波赚钱，能够成为豪门阔太太。2. 手掌钱财纹多。钱财纹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面很多细细的斜线，也称为理财纹。如果女性手掌钱财纹多，说明她们钱财的来源渠道特别广，工资收入非常稳定，丈夫每个月也会上交工资，她们自己还会经营副业，也会做些投资理财的生意。所有收入都加在一起的话，金额绝对十分可观。3. 2条玉柱纹。手上有2条玉柱纹，一条延伸到食指下面，一条延伸到中指下面，说明这类女性年轻的时候可能经济状况不太好，但是到了晚年绝对特别有钱。她们可以享子女的福气，而且有机会得到天降之财。面对忽然到来的钱财，要保持淡定的心态，不可欣喜若狂，否则可能会影响到自身的健康运势。4. 星形纹。在小指下方的水星丘处出现，一是代表你有意外之大财，横财可得；二是代表你的子女的财运也会不错，可享子女之福。5. 黑子纹。当你的手心中有黑子纹时，你会因你对自己所具有的某项才能执着追求而出类拔萃，并且因此会大发其财。方舟周易温馨提示：当然自然握拳时，黑子纹正好在拳头内。6. 公印纹。公印纹因其像我们生活和工作常见的公章而得名。手相中有公印纹的人适宜从事与政府部门的人打交道较多的行业或工作，且会因此而成为富翁、富婆。好了，容易认错的4种富贵手纹。在手相学中，我们常常会通过手掌中错综复杂的纹路了解自身的命运情况。但在这些纹路中呢，有的纹路极其相似，很容易看错，从而影响手相算命的准确性。比较常见的有夫子眼与佛眼纹、通天纹与事业线。这2组纹路无论从外形和位置来看都是极为相似，对手相不太了解的将友们很容易看错。今天小酱汁老师就给大家讲解一下这2组纹路的区别，以及各个纹路的含义以及命运情况，酱友们可以了解一下。1. 夫子眼和佛眼纹。什么是夫子眼？所谓夫子眼，就是在拇指第1节指骨上，即大拇指内侧中间那个关节上的节纹不是一条线，而是2条或者3条分开成眼形的纹路。夫子眼也称为孔子眼、凤眼，出现在右手拇指上的夫子眼。夫子眼的纹路是闭合的，而且越像眼睛的人越有福气，如果开口了则不能算是夫子眼。2. 什么是佛眼纹？佛眼纹比较容易找到，就是在大拇指根部与手掌连接的地方。通常这里的掌纹如果是链状，掌纹形成一个小圈连着一个小圈，那么就称为佛眼纹。通常生有佛眼纹的人天生聪慧，有成圣人的潜质，但是成不成还要看后天的教育培养结果了。6. 夫子眼与佛眼纹的区别。这2种手纹其实很好区分，主要注意到以下2点就好。第一，纹路的形状。从外观上看，夫子眼是一个闭合的圆圈，中间有一道直线，类似于人的眼睛，直线是上下眼皮之分，而佛眼纹指多个闭合的小圆圈并列而成，理解起来可以把它想象成佛珠手串，每颗珠子连在一起。第二，纹路的位置，夫子眼在大拇指第1指节关节处，而佛眼纹是在大拇指跟手掌的连接处。3. 长有夫子眼的一生运势。
代表该人有疏远、天资聪慧、头脑聪明且管理能力较强，也代表勇气、胆量。夫子眼大者敢于冒险，从古至今一直有夫子眼者必定是文曲星下凡，最不济也是能舞文弄墨、文采斐然的才子佳人的说法。若夫子眼完整且清晰，意味着其人身体状况良好，可能幼年时家境富裕，成年后能够有一番事业，婚姻幸福。如果夫子眼的纹路如果深浅不一，纹线中断不完整，则表示判断力、意志力稍有不足。若弧线比较平直、不对称或者开口封闭不全，则代表身体状况差，容易早衰。4. 女人长有夫子眼，易嫁贵夫。有这种运气的女性就会嫁给各个方面都优的男性，且有机会嫁入豪门中。如果是双手都有此类标记的话，那就会更加有利，即使没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也会是一生衣食无缺。另外也有人称夫子眼是死在夫前一枝花的说法，表示女人有此掌纹的话，会比自己的丈夫先去世。5. 生有佛眼纹的人有才华和学识。在手相学中，拇指的根部区域被称为学堂，因此在此处生有佛眼纹的人天生聪慧，喜欢学习，有学识和才华，名誉清高，美名远扬。也有古书中记载，女子若生有佛眼纹，能嫁贵夫；男子有此纹者，能娶贵妻。此外，拥有佛眼说明你是一个直觉很准的人，感知能力特别强，很多时候凭着第六感的感觉得到很多好运。佛眼的纹路与佛眼纹、佛眼线、佛心纹与念力相互呼应，常常能靠着这敏锐的直觉趋吉避凶，如同神佛一般的能力。左手右手都有相同纹路的人，可以说是一个很有灵感的人。拥有佛眼的人不仅招财，有很强的感知能力，在记忆方面也相当出色，就如同有着超能力一般。有着佛眼的人直觉准确率相当高，甚至还能比较容易吸引一些东西，所以才会拥有如此特别的能力。2. 通天纹与事业线。1. 什么叫通天纹？即从月丘下部开始延伸到中指下方的一条曲线掌纹，中指下方为先天乾卦位，月丘为后天乾卦位。八卦历象中乾为天，故此掌纹者被称为通天纹。手中长有通天纹的人不仅第六感强烈，而且往往能与天地沟通。2. 什么是事业线？事业线又名冲卦纹，图水行掌者才称之。冲天纹、玉柱纹、天喜纹、纹笔等等，在西洋手相学称为命运线。事业线是指掌心下方向上延伸到中指下端的一条线纹。事业线代表着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和发展运势，它的起点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终点必在中指下的土星丘。事业线的起点不同，而会有不同命运开拓的形。事业线的形成是因为前脑和顶脑之间脑组织产生意念，这意念刺激内分泌而侵蚀出来的。它是由掌底向上长的，又在掌的中央，像是手掌的大支柱，因此又被称为玉柱纹。能否成功是看成功线，看犯小人是事业线。3. 通天纹与事业线的区别。有些人容易将事业线与通天纹混淆在一起，其实两者是有区别的。事业线的起点通常是在手掌的根部，又称为玉柱纹，而通天纹的起点则是在月丘。不过也可以将通天纹看作是一条特别的事业线，因为生有这条线的人本身就有着很好的事业运，只是比单纯拥有事业线的人更多了一份灵气，第六感更强一些。而且拥有通天纹的人通常对着玄学和神秘事物有着天生的兴趣，天生与神佛有缘，所以人们才说这类人有沟通天地的能力，其实呢就是对一些神秘事物有一些感应能力。4. 生有通天纹的人旺财，事业旺。通天纹又称穿钱线，手上长有此纹的人通常财运很好，一生不缺钱花。而且古人云，手有通天纹，事业不是大败就是大成。手握通天纹的人事业运势整体较旺，左手有通天纹的人大多数都是白手起家，讲四方之才，事业会蒸蒸日上。
右手有通天纹的人，父辈基业稳固，事业会得到长辈的帮助，少走很多弯路，接手上一辈的生意居多。双手都有通天纹的人，在事业上通常会大有作为和成就，事业体量更大，更有贵人扶持帮助，一生财运不断。另外，相书还有云：通天纹横贯手掌者，心运手辣，必成大事。5. 事业线的命运如何？若是事业线若伸长而明朗的话，掌心直线朝上延伸到中指下端，指的是一个人凭借自身的努力，终究事业有成，能够享受权力和富贵。若是事业线比较浅的话，指的是一个人工作比较辛苦，事业多有波折，不顺利。若是事业线断断续续的话，指的是一个人做事三心二意，没有规则性、统一性，因此事业运起起伏伏，变动次数多。若是事业线旁边还有一条线，指的是事业上通常有贵人相助，或者指的是自己会得到得力的下属，事业上发展比较顺利。若是事业线延伸到感情线停止，指的是一个人会因为感情问题上的纠纷而影响到自己的事业运程。若是事业线比较深的话，指的是自己会得到异性的帮助，事业有所成就。若是事业线出现中断的情况，指的是一个人年轻时事业非常顺利，但是到了中年以后突然停止，表示在中年时事业会面临一个难关。若是能够克服这个难关，事业必定再次升华。手纹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分辨清楚这些手纹。若是不小心认错了，不仅容易让我们对个人命运产生误解，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运势发展。如果你对手纹或者其他命理内容有疑惑，可以给小酱汁老师留言，我会帮酱友们。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这种手相的人会一夜暴富，很灵验，中大奖的人就有这种手相。对于横财来说，我们都是比较喜欢的，也唯有横财才能让我们显得更为富贵一些，因此很多人都在考虑自己是不是能够拥有横财。那么在面相学中，什么手相人容易发横财？下面就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1. 成功线的末端有纹，在成功线的末端有一个纹，这并不常见，因为首先你必须要一条成功线，一条长而清晰的成功线，它代表着轻松的地位和名声，在你的行业中非常出色。如果末端还有另一个星纹，他的成功可以维持很长时间而不会失位，而且很容易有意外之财。2. 手掌中出现直觉线，假如手掌中出现直觉线，表示其人天生比常人灵敏，有很强的预感，通常会在一些投机生意中突然灵光一现，赚来大笔财富，例如购得大奖奖券，或是赌博时每猜必中，从而赢一大笔钱。不过，这类人一旦赚取横财之后，会因此而上瘾，不知适时收手，很有可能又将大笔财富输个精光。3. 智慧线末端有向上的分叉，有这种手相的人具有理性思维，对于那些没有成功概率的事情，基本上绝不参与。其人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懂得如何将钱发挥到最大效用，再配合着合理的推理和赌博的强运，常常不知不觉就能赚大钱。不过此类人通常很节俭，经常会被人认为很小气。4. 智慧线无分支，发横财的人手掌智慧线无分支，他们有着聪明的头脑，在面对困难时可以想出最好的解决方案，并且能巧妙地把眼前的困难化解过去，这也使他们的生活一路畅通无阻。在他们迎接更好的未来时，也会有一笔从天而降的财富落到他们的面前，这笔横财是他们命中注定会发生的。5. 手中拥有断掌线纹，也就是所谓的断掌手相。这一手相的特点在于手中感情线和智慧线合二为一，
形成一条贯穿整个手掌的粗长线纹。从外形来看，就好像是将整个手掌一分为二一般，故而被称之为断掌。拥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来说感情运势较为糟糕，但事业运和财运会非常出色。他们有着相当强硬的性格，以及功利的工作和生活态度，无时无刻都在思考和自己的事业有关的事情，非常渴望在工作上证明自己的能力。这类人即使选择一些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也是有着很高的投资成功率，所以说容易获得横财。6. 手中拥有不动产线，这是位于事业线和太阳线中间的一条短小横线，拥有这种线纹的人并不多，而且好的不动产线应该是同时和太阳线以及事业线相连接。也正因为如此，即这条线纹才能够体现出命主在生活中有着出色的偏财运。这类人能够从父母、长辈那里获得财富，或者是不动产，也就是房屋、房产，从而不用为了未来的生活而拼搏。简单来说，就是这种线纹意味着其人出身富贵，天生就有横财。7. 手中智慧线上存在分叉。拥有这种特殊的智慧线，意味着其人的性格非常理性，有着极为理智的思维，从来不会在工作中做出一些成功率较低的选择。而在理财方面，其人有着非常敏锐的嗅觉，他们总是能够发现最好的赚钱机会，并且这类人在理财过程中不会犯下错误，从而使得自己总是能够获得收入，而不会损失金钱。往往一次投资就能够赚得巨额财富，所以说是天生能够获得横财的手相特征。8. 手上有赌运纹。赌运纹是位于无名指上的第一节指腹上的直纹，有可能是一条，也有可能是几条。如果手上有纹，意味着横财运旺盛，运气非常好。有这种手相特点的人，只要是参与带有赌的事情，一般都是赢多赔少，好运常伴。不过凡事过犹不及，也要学会适可而止，不可太过沉迷其中，否则得不偿失。9. 手颈线清晰有星纹。看一个人的横财运好不好，还可以观察其手颈线，也就是手腕上的纹路。一般人的手腕线有3条，如果一个人的手腕线上出现了一条星纹，并且第1、2条纹路清晰明朗，那么表示这样的人横财运很好，必获其财或是意外之钱，甚至可以一夜暴富，这是常见的横财纹手相之一。10. 理财纹多又长。理财纹主要位于我们小指和无名指之间下方的位置，通常是斜纹。此部位的纹路与一个人的财富相关，也关系着一个人的横财运。从这个纹路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横财运情况。依据手相学的说法，若是一个人的财富线很多且深长，这样手相的人横财运也会很好，没什么大困难。11. 头脑纹。头脑纹的支线其末尖端指向小指下或达到根部，即水星丘，表示会受水星丘掌管天赋之影响，不管在实业或其他方面都能赚大钱，即使受薪阶级也能在薪水以外有收入，可说头脑灵活，很会把握机会赚钱的人。12. 五指长短有序，中指稍长。从手相学来看，五指代表一个人的父母、成就、配偶和子女。五指修长、长短有序、间隙合宜的人，各方面各有所得，福泽绵长。有此手相的人天资聪颖，少时能得家人庇佑，衣食丰足。青年夫妻恩爱，子女缘深厚，一生运势平稳。其中中指稍长的人，说明此人善于计算，做事情缜密有条理，能挣钱理财，往往追求财富和权力，对自己的要求严格，也很容易大富大贵。13. 食指有3约纹。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
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叫做三约纹。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财，财富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的。如果是女性的话，有很大的机会嫁入富贵人家，受夫家福荫，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衣食丰足。男性的话，也能娶得有钱娇妻。总而言之，是大富大贵的首相之一。14. 太阳丘丰满高隆。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才能与声名等。如果手掌中太阳丘丰满高隆，颜色明润，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经商、理财能力，在青年时期就能获得自己的事业成功。另外，有这种手相的人，大多性情温厚、正派乐观，个性明朗，有较高的素养，通常有很好的人缘，晚年能赢得比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衣食丰足，家庭幸福美满，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15. 木星丘饱满。木星丘位于食指下方，代表人的意志、欲望、地位和权力等，主要反映一个人的信心与权力欲望和物质欲望，同时还反映一个人的进取精神与好胜心的强弱。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大多热衷名利，自负骄傲，充满雄心斗志，对权力和财富有强烈的欲望，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财富地位上取得出色的成就，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若为女性，也会是女强人的性格。16. 手掌肉厚柔软有弹性。以掌面为中心，通过上面的纹路走向、分支符号和掌面上下左中右的部位，能看出一个人的天赋性格、后天成就、父母子女、婚姻情况以及个人的命运趋势。手掌红润表示此人血气足，元气充盈，身体康健。肉主阴，主腹，手掌厚而富弹性，肤光滑柔软，代表此人性情宽厚慈善，福泽深厚，福禄天成。有此手相的人是天生的富贵命，一生财运顺利，免于奔波操劳，晚年安逸。发横财是每个人心中所想的事情，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发横财的命。如果你拥有上面所说的10种发横财的手相，那么你就离发财不远了。好了，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迷你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最容易认错的4种富贵手纹。在手相学中，我们常常会通过手掌中错综复杂的纹路了解自身的命运情况。但在这些纹路中呢，有的纹路极其相似，很容易看错，从而影响手相算命的准确性。比较常见的有夫子眼与佛眼纹、通天纹与事业线。这2组纹路无论从外形和位置来看都是极为相似，对手相不太了解的酱友们很容易看错。今天小酱汁老师就给大家讲解一下这2组纹路的区别，以及各个纹路的含义以及命运情况，酱友们可以了解一下。1. 夫子眼和佛眼纹。什么是夫子眼？所谓夫子眼，就是在拇指第1节指骨上，即大拇指内侧中间那个关节上的节纹，不是一条线，而是2条或者3条分开成眼形的纹路。夫子眼也称为孔子眼、凤眼，出现在右手拇指上的夫子眼。夫子眼的纹路是闭合的，而且越像眼睛的人越有福气，如果开口了，则不能算是夫子眼。2. 什么是佛眼纹？佛眼纹比较容易找到，就是在大拇指根部与手掌连接的地方。通常这里的掌纹如果是链状，掌纹形成一个小圈连着一个小圈，那么就称为佛眼纹。通常生有佛眼纹的人天生聪慧，有成圣人的潜质，但是成不成还要看后天的教育培养结果了。6. 夫子眼与佛眼纹的区别。这2种手纹其实很好区分，主要注意到以下2点就好。第一，纹路的形状。从外观上看，夫子眼是一个闭合的圆圈，中间有一道直线，类似于人的眼睛。直线是上下眼皮之分，
而佛眼纹指多个闭合的小圆圈并列而成，理解起来可以把它想象成佛珠手串，每颗珠子连在一起。第二，纹路的位置，夫子眼在大拇指第一指节关节处，而佛眼纹是在大拇指跟手掌的连接处。三，长有夫子眼的一生运势，代表该人有疏缘，天资聪慧，头脑聪明，且管理能力较强，也代表勇气、胆量。夫子眼大者敢于冒险，从古至今一直有夫子眼者必定是文曲星下凡，最不济也是能舞文弄墨、文采斐然的才子佳人的说法。若夫子眼完整且清晰，意味着其人身体状况良好，可能幼年时家境富裕，成年后能够有一番事业，婚姻幸福。如果夫子眼的纹路如果深浅不一，纹线中断不完整，则表示判断力、意志力稍有不足。若弧线比较平直、不对称或者开口封闭不全，则代表身体状况差，容易早衰。四，女人长有夫子眼，易嫁贵夫。有这种运气的女性就会嫁给各个方面都优的男性，且有机会嫁入豪门中。如果是双手都有此类标记的话，那就会更加有利，即使没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也会是一生衣食无缺。另外，也有人称夫子眼是死在夫前一枝花的说法，表示女人有此掌纹的话，会比自己的丈夫先去世。五，生有佛眼纹的人有才华和学识。在手相学中，拇指的根部区域被称为学堂，因此在此处生有佛眼纹的人天生聪慧，喜欢学习，有学识和才华，名誉清高，美名远扬。也有古书中记载，女子若生有佛眼纹，能嫁贵夫；男子有此纹者，能娶贵妻。此外，拥有佛眼说明你是一个直觉很准的人，感知能力特别强，很多时候凭着第六感的感觉得到很多好运。佛眼的纹路与佛眼纹、佛眼线、佛心纹与念力相互呼应，常常能靠着这敏锐的直觉趋吉避凶，如同神佛一般的能力。左手右手都有相同纹路的人，可以说是一个很有灵感的人。拥有佛眼的人不仅招财，有很强的感知能力，在记忆方面也相当出色，就如同有着超能力一般。有着佛眼的人直觉准确率相当高，甚至还能比较容易吸引一些东西，所以才会拥有如此特别的能力。二、通天纹与事业线。一、什么叫通天纹？即从月丘下部开始延伸到中指下方的一条曲线掌纹，中指下方为先天乾卦位，月丘为后天乾卦位。八卦历象中乾为天，故此掌纹者被称为通天纹。手中长有通天纹的人，不仅第六感强烈，而且往往能与天地沟通。二、什么是事业线？事业线又名冲卦纹，图水行掌者才称之。冲天纹、玉柱纹、天喜纹、纹笔等等，在西洋手相学称为命运线。事业线是指掌心下方向上延伸到中指下端的一条线纹。事业线代表着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和发展运势，它的起点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终点必在中指下的土星丘。事业线的起点不同，而会有不同命运开拓的形。事业线的形成是因为前脑和顶脑之间脑组织产生意念，这意念刺激内分泌而侵蚀出来的。它是由掌底向上长的，又在掌的中央，像是手掌的大支柱，因此又被称为玉柱纹。能否成功是看成功线，看犯小人是事业线。三、通天纹与事业线的区别。有些人容易将事业线与通天纹混淆在一起，其实两者是有区别的。事业线的起点通常是在手掌的根部，又称为玉柱纹，而通天纹的起点则是在月丘。不过也可以将通天纹看作是一条特别的事业线，因为生有这条线的人本身就有着很好的事业运，只是比单纯拥有事业线的人更多了一份灵气，第六感更强一些。而且拥有通天纹的人通常对着玄学和神秘事物有着天生的兴趣，天生与神佛有缘，所以人们才说这类人有沟通天地的能力，其实呢就是对一些神秘事物有一些感应能力。四、生有通天纹的人旺财，事业旺。
通天文又称穿钱线，手上长有此纹的人通常财运很好，一生不缺钱花。而且古人云，手有通天文，事业不是大败就是大成。手握通天文的人，事业运势整体较旺。左手有通天文的人，大多数都是白手起家，讲四方之财，事业会蒸蒸日上。右手有通天文的人，父辈基业稳固，事业会得到长辈的帮助，少走很多弯路，接手上一辈的生意居多。双手都有通天文的人，在事业上通常会大有作为和成就，事业体量更大，更有贵人扶持帮助，一生财运不断。另外相书还有云，通天文横贯手掌者，星运手辣，必成大事。5. 事业线的命运如何？若是事业线若伸长而明朗的话，掌心直线朝上延伸到中指下端，指的是一个人凭借自身的努力，终究事业有成，能够享受权力和富贵。若是事业线比较浅的话，指的是一个人工作比较辛苦，事业多有波折，不顺利。若是事业线断断续续的话，指的是一个人做事三心二意，没有规则性、统一性，因此事业运起起伏伏，变动次数多。若是事业线旁边还有一条线，指的是事业上通常有贵人相助，或者指的是自己会得到得力的下属，事业上发展比较顺利。若是事业线延伸到感情线停止，指的是一个人会因为感情问题上的纠纷而影响到自己的事业运程。若是事业线比较深的话，指的是自己会得到异性的帮助，事业有所成就。若是事业线出现中断的情况，指的是一个人年轻时事业非常顺利，但是到了中年以后突然停止，表示在中年时事业会面临一个难关。若是能够克服这个难关，事业必定再次升华。手纹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分辨清楚这些手纹。若是不小心认错了，不仅容易让我们对个人命运产生误解，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运势发展。一个人将来是否有钱，我们透过其手相也能了解一二。通过人的双手的形状、纹理、软硬、色泽都可以推断出这个人的福气祸运。由于每个人的手相纹路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人的命运也都有差异。有的天生命好，家境优越，衣食无忧，不用太辛苦就能过着富裕的生活，而有的人却是白手起家，辛苦打拼，最终才能够成为富豪之人的。那么到底哪些手相能够成为富豪呢？小江知老师今天就从手相学角度为大家分析一下。1. 手掌掌纹呈 M 型，事业线自手腕处开始向上延伸，一直穿过智慧线到达感情线，与手掌上其他纹路形成一个斜的 M 型。有此手相特征的人通常有很强的事业心，拥有远大的目标，会为了自己的理想而付出努力，不达目的绝不放弃。因此这类人往往不到40岁就能够功成名就，名利双收。假如拥有这样的手相的人感觉自己不算成功的话，表示自身还不够努力，或是努力的方向不对。只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或是事业的方向，他日一定能够跃升到富翁的行列。2. 元宝纹，在手掌中心的纹线如果形成一个梯形，上面宽下面窄，形如元宝，而且封闭比较严，4个角不漏，这属于有大财库的手相，代表其人有很强的聚财能力，容易有很多的资产，如房子、车子。元宝形状越大，则财产就越多。有的人手中有大元宝，有的则是小元宝。不过有元宝纹的人通常都比较富有，代表生活富贵的意思。有元宝纹的女性不仅自己财运好，而且呢还会给老公带来好运，已成为富太太。3. 豪宅纹，豪宅纹位于无名指下方，在感情线的上方，又称金房子。有此纹者必发亿万之财，多路进财，易跨行业经营集团公司等等。4. 星纹，在小指下方的水晶丘出现星纹，一是代表你有意外之大财，横财可得；二是代表你的子女的财运也会不错，可享子女之福。如果在太阳丘或者木星丘出现星纹，将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幸运，心想事成。
太阳丘的星纹若连接了婚姻线，可将因为婚姻而攀龙附凤，飞上枝头做凤凰；若是连接了太阳线，则可能因为创作或者艺术才华而声名大噪。只是呢，这种幸运星纹出现后，有时会消失，你能否把握得住，要看事前的准备功夫和机遇掌握。5. 财运线清晰伸长，在无名指下方直冲无名指的竖线为财运线。若财运线生得比较粗，而且明朗清晰，说明你很有商人的天赋，非常擅长运用资金获利，而且愈动愈旺。财运方面的运势非常强劲，如果是从商求财，必定是财如流水，连绵不断。此外呢，有此纹者也说明你很善于理财，通常能够靠股票或者不动产等生意大赚钱。6. 手中多财库，若手中多财库的人则易大富大贵。从相学角度分析呢，一般来说，手中的线若是互相交错，构成大的四方形或者三角形，还有就是说手中有形成多个四方形或者三角形，皆为财库，表示财富。无论男女，他们在钱财的运气都比较不错，是容易大富大贵的手相。7. 水星丘红润隆起，水星丘位呢在小指下方，代表一个人的社交能力与商业头脑。如果水星丘红润且有隆起的话，其人不仅在商业方面拥有绝佳的才能，而且金钱运也相当的好，可以获得惊人的财富。8. 田宅宫饱满，在手相中，田宅宫是大拇指下端对应的部位，西方手相学称其为金星丘，从八卦类象来说呢，又为艮宫。这个部位通常来说代表祖业、房子、田产、物业等等。如果田宅宫长，非常饱满有肉，一般被视为财富巨大的标志，代表其人家庭运好，容易早置业，住大房子。9. 财帛宫凸起，手相学中将食指根部的部位称之为财帛宫，西方手相学称其为木星丘。从八卦类象中来说呢，有为巽宫，看一个人财富的多少，主要是看此部位。假如财帛宫生的凸起、饱满、多肉、红润的话，表示其人的财运一定很旺，而且其人很有经商头脑，会寻找各种赚钱机会，并因此获得巨大的财富。10. 理财纹，手相学中的理财纹指的是金星带与感情线中间有着清晰可见的纹路，一般有这种纹路的人财运都不错，尤其是偏财运旺盛，容易有一些额外的收入到账，而且数量还不小。这种手相特征的人性格踏实稳重，做事有条有理，待人热情，人际关系较好，能够得到贵人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可能这种人平时看起来很普通，似乎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但是真的有好机会出现时呢，他们便能够平步青云，获得很大成功。11. 太阳线清晰伸长，太阳线又叫做成功线，也就是位于食名指根部，并且一直往下延伸的那条纵线。这条线通常也影响着财富的大小。假如太阳线生的清晰伸长的话，代表其人非常幸运，常常有贵人相助，不用付出太多的努力，便能够拥有很多财富。如果太阳线能够一直延伸到智慧线以下，到达月丘或者生命线的话，则表示其人有成为富翁的可能。12. 手心低洼，所谓的手心低洼指的是摊开手掌心平放，手掌心中间处有明显的低洼凹陷，比如说平摊手掌，手掌并拢，然后倒点水进去，如果水不会全部流走，则为手心低洼的人。有这样手相的人可以说是人中龙凤，大多数人呢都是聪明能干的，具有真才实学，从小运气就不错，自身财运旺盛，无论是从事某种职业都容易获得成就。也许有的人年轻时不是很显眼，但是到了中晚年以后机会增多，能够迅速发达起来，而且这种人呢很有福气，身边贵人也多，家庭幸福，财富满满，是值得让人羡慕的对象。13. 智慧线末端有向上的分叉，有这种手相的人具有理性思维，对那些没有成功概率的事情基本上绝不参与，其人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懂得如何将钱发挥到最大的效用，再配合着合理的推测和赌博的强运，常常不知不觉就能够赚大钱，成为富豪的一员。
不过此类人通常很节俭，常常会被人认为很小气。14. 手中有不动线产线。所谓不动产线，就是一条边连接太阳线和事业线的横线。有这种手相的人得到不动产的几率很大，而且不动产线在手掌愈下方出现，得到房产的机会愈早。来源是父母赠送或者自己赚来，可搭配手上其他线条一起参照。假如手掌中有2条以上的不动产线，表示其人的不动产运非常的好，可以通过搞房地产来赚大钱。15. 手掌中有直觉线。假如手掌中出现直觉线，表示其人天生比常人灵敏，有着很强的预感，通常会在一些投机生意当中突然灵光一现，赚来大笔财富。例如购得大奖奖券，或是赌博时每猜必中，从而赢得一大笔钱，最终成为一夜暴富的大富豪。不过这类人一旦赚取横财之后呢，会因此而上瘾，不知适时收手，很有可能又将大笔财富输个精光。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拥有好的手相还不够，想要赚大钱，肯定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毕竟呀，天上掉馅。大家讲讲此3种手相的人最容易中奖，快看看有没有你。你是不是常常抱怨自己喝瓶饮料都总是谢谢惠顾，抽不到一个奖？下面我要介绍易中奖的手相，快来看看你是不是容易中奖吧。1. 木型手相，土星丘发达，饱满，隆起，天生有横财命，容易中彩票。一般手型又长又瘦，比如说的纤纤玉手，都是木型的手相。一般来说，木型的手上面比较容易见到青筋。这个时候，如果位于你手相中的中指根部的那个位置，即相学上说的土星丘饱满发达，明显比其他部位有肉时，说明你符合这个条件。那么你平时可以多买彩票，比一般人中彩票的机会要大，天生有横财命。2. 水型手相，火星丘多肉，饱满凸起，也是容易的横财的命。什么样的手属于水型呢？简单来说，手指偏短，整个手型偏圆，手背圆带厚，手掌多肉，都是水型手的特点。这种手相只要火星丘发达，一般财运都比一般人要好，要大，偏财多，横财多。而火星丘有2个位置，一个位于生命线起始位置与拇指根部夹着的那个地方，即我们常说的大概虎口那里，便是其中一个火星丘。另外一个火星丘位于水星丘和月丘之间，可看图中。因此水型的手相比一般人更容易得横财，更容易中彩票，因为同时有2个火星丘。3. 火型手相，金星丘异常多肉，肥厚凸起，甚至突出一块肉，一般被视为财富巨大的标志。这个位置如果厚，对于火型手相的朋友来说，更容易得横财，有横财命，并且往往还会住上大房子、别墅或多实业或物业。一般手掌偏瘦，手指尖长，看起来干枯，指节突出，或是指尖不规则等，都是火型手相的标志。只要金星丘发达，都是有横财命的象征。而金星丘位于大拇指根部处。4. 金型手相，木星丘长得结实，多肉，隆起，占据了整个食指根部，那么就是有横财的手相。其实金型的手相比较容易判断，一般手型偏方，肉偏结实，不论是背还是手心，按下去都是硬硬的，一般就是金型的手相。而且金型的手相，手指顶端都比较平。而木星丘的位置便是食指根部那个地方。5. 土型手相，水星丘发达，饱满凸起，也是有横财的命。相对于上面这4种手相，土型的手相不是那么容易被发现。其实土型手相就是木型与金型的手重叠在一起，因此那种手型偏长但又带方，另外整个手掌偏厚重结实的，就是土型的手。
一般手长的又大又长又厚，基本上可以说是土形的手相。而水星丘位于小指根部处。6. 掌丘饱满红润。在手相学中，往往大家伸开手掌会看见手掌接近手指的区域会突出几个肉包，这个肉包便称为掌丘。掌丘就像几个在手掌上的小山丘一样，因此得名。如果大家发现自己的掌丘位置十分饱满，并且颜色略带红润，那这便是容易中大奖的长相了。因为在手掌上每个掌丘各有自己不同的含义，而如果每个掌丘均饱满红润，则代表此人的整体运势很强，因此中彩票的运气也强于他人，会因为感性因素购买彩票而赢得中奖的好机会。因此，这种手相特征的朋友们要在购买彩票的时候随心所欲一些，反之会增强自己的中奖财运。7. 多条财运线。在手相学中，有一条手纹象征着一个人的财运强弱情况，这条手纹叫做财运线，其位置位于无名指下方出现的数条手纹。如果一个人在无名指下方出现了多条这种竖形手纹，则象征此人的财运情况处于要依靠多方面并驾齐驱发展的状态，因此依靠大奖从而提升财运的情况也包含在其中。对于有多条财运线的朋友，在购买彩票时往往要理性与感性相结合的购买，才会取得大奖。因此既要分析彩票的一些情况，同时在购买时还要加上自己的感性色彩，便会中奖的机会高出很多，也是容易因为中奖而财运丰厚的朋友。8. 手掌上出现不动产线。不动产线是指连接太阳线和事业线的横线。拥有这样手相的人，获得不动产的概率很高，而且手掌底下越出现不动产线，获得不动产的机会就越快。来源可以由父母赠送，也可以是自己赚钱得来。手掌有2条以上的不动产线时，表示那个人的不动产运很好，通过做不动产可以赚大钱。9. 手掌上出现直关线。如果手掌上出现了直关的线条，说明那个人天生就比普通人敏锐，有强烈的预感，通常在一些投机生意中突然闪现，赚大钱。例如每次买彩票、赌博都必中大奖，从而获得一大笔钱。但是这样的人一旦赚了大钱，就依赖于此，不能及时收手，也很可能失去钱。11. 断掌。在现实生活中，断掌是不太容易见到的，可以说10000个人里面有1个断掌就已经算可以了。对于有这样手相特点的人，很容易就出现了横财，因为断掌特点的人大多数都会有比较机敏的特点，所以更加容易在一些事情上找到了能够为自己增添了财富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往往会比一般人更加富有的原因。因此，如果是手掌出现了断掌的人，就不要慌张，因为肯定会有横财的运势在自己的身上。12. 倒纹。发横财的人手掌有倒纹，他们在生活当中一直十分平淡，没有什么大事或者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可是他们的手相决定了他们这一生一定会发上一笔横财，也许是闲来无事买来的一张彩票中奖了，又或者是偶尔的一点小投资突然取得了不错的收益，这都是一定会发生的事。发财不仅仅需要努力，而且还需要好的德性和修养，这就是所谓的中财靠德。13. 手中有手颈线的人。如果是手中有手颈线的人，这样的人财运也会很好的，容易得到横财运的，甚至会有一夜暴富的好机会，真的让人羡慕的。其实手中有手颈线的人做事方面相当的认真努力的，不容易被他人影响到的，会认真的实现自己的梦想，不管是多难的事情都会认真考虑的，当好机会出现的时候也能好好把握的，真的能让自己富贵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14. 智慧线分叉的人。智慧线分叉的手相是不错的，
也就是说，智慧线末端有向上分叉的，这样的人智商很高的，善于把握机会的，在工作中能发挥自己的才能，赚钱很多的，不仅是正财运很好的，其实他们的偏财运方面也会很好的，容易得到很多横财的，这样对自己的生活有很大的改变，会让生活越来越幸福的，真的让人羡慕的。15. 手中有直觉线的人，生活中能发现有些人是手中有直觉线的，这样的人天生就是很敏感的，有着很强的第六感的，经常都会想到好方法的，在生意方面是会更厉害的，通过自己的努力是能赚到很多钱财的，生活会无忧无虑的，不仅是正财运好，横财运也会很好的，经常都会得到意外之财的，但自己也要懂得收手的，不然会让你后悔的。如果你符合其中一种，先不说有没有横财，一生之中的财运一定颇为理想，财富的积聚与到来都比一般人要好要多，并且容易有一些偏财或意外之财。当然，这个世界没有不劳而获的事，也不主张不劳而获，该努力的时候，你还是得好好努力去经历。不是总有那么一句话吗？机会总是为有准备的人而留着的，我比较认同。比如运气一时不济的时候，不妨多充实自己，多努力学习，因为一旦机会来了之后，你想再充实自己，再好好学习，已经很难，几乎没有了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所以不要羡慕运气好的人，其实有些时候的运气不好，反而可以静下心来做点自己想做或感兴趣的事，这应该也是痛苦并快乐着。通过手相算命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根据手指间隙、长短、关节形状以及曲直程度来看。今天小编就从这些方面教大家如何看手相知命运，简单易学，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开始教学之前呢，小编先带大家看看5个手指各自代表什么含义。拇指表现一个人意志强弱和判定力。拇指大而浑厚的人品格高尚，健康长寿，且一般居于领导地位。因边动着手边跟他人聊天的人，表示其警戒心很强，不容易上当吃亏。所以边动着拇指边向他人进谏的人，表示他存的不是真心。出生后数天仍然把拇指握在其他4指内的婴儿，表示其体质较虚弱。拥有厚实拇指的人，用钱的观念十分实在，不会将钱花在过分夸大的和享受的事情上，如华丽的衣服和美食，在这种人的眼中是极为不实际的。这样的人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为人也相当务实，说一是一，不会有太多的心机。平而薄的拇指与厚实的拇指正好具有相反的性格，这样的人不喜欢一板一眼的日子，性格具有神经质的特性。假如拇指又平又短，对于理财则会有过于谨慎守旧而变得优柔寡断的情形出现。食指在手相学中通常意味着支配欲、权力欲与一个人的进取心。食指较长的人性格也比较顽强，相当具有企图心。食指过长，性格偏强硬，爱出风头。食指粗又长的人，财大气粗的性格，往往很难存得住钱。中指在5指中长得最长，位于5根手指的中心，象征一个人的命运，同时也表现一个人的思虑强弱之处。中指比普通的粗又长的人处事谨慎小心，不擅长社交活动，而喜欢独立思考的宁静生活。中指假如生得过短，则是缺乏耐性和冲动的表示。这种人必须好好约束和规范自己的感情，不然很容易做出令自己后悔莫及的事。在金钱的投资打理态度也是倾向于盲从跟进的态度，假如能获利，纯属侥幸；要是全盘皆输，将会从此一蹶不振。女性若是从第2关节起有下降性出现的话，表示会患有不妊症。无名指象征着一个人的艺术才华、人缘和财富。在4根手指当中，无名指的长度仅次于中指。一看到无名指，往往会令人想到创作天分相关的事物，所以认定它主掌一个人的才华、人缘和财富，是手相学家一致认同的。
无名指长的人好赌，这样的人将钱视为身外之物。他之所以赌钱，不是由于贪财，而是喜欢追求刺激，加上个性不服输所致。无名指粗而长的人不但具有艺术家的气质，同时环境顺利，衣食富裕。小指表现一个人的社交手腕。小指粗而长的人智慧过人，善于雄辩，且具有社交手腕，缺点在于言多必失，而且容易因言语而得罪人，所以结怨招惹他人的可能性较大。另外也要小心使用权谋，共于心计，所以固然能够拥有事业和财富，但人缘却不见得好。小指的长度以达无名指的第一关节为标准，女性小指很短的话，表示其子宫很小，一辈子缺乏子女运。知道了这些后，小编就通过上面提到的几个方面问题，一一为大家讲解。首先从手指的间隙分析。一、五指指根紧密，手掌自然伸直，手指并拢，5个手指的指根紧密着，主此人善于把握机遇，积极奋进，其往往表现出来的机敏会为大家带来极大的成功。而当今这个激烈竞争的社会，能够得到最后胜利的，大多都是这种指根紧密靠在一起的人。2、五指指根有镂空，手掌伸直，手指并拢，5个手指指根处都有空隙，主其人漏财，对周围所碰到的事情总是小心翼翼，由于过于小心谨慎而不能很好的把握机遇。3、中指与无名指指尖宽广，主其人性情放任，做事不考虑后果。4、无名指与小指间隔宽广，主其人行动独立，思想上爱好自由，不过碰到事情还是能够未雨绸缪的。5、拇指与食指间宽细广，主其人具有独立心和竞争心，颇有侠义精神，能够赢得浓厚的友情。6、拇指紧靠食指，主其人小心谨慎，并且处处防范别人，依靠心重，成就不大。7、食指与中指间隔宽广，主其人思想独立，不喜欢受到他人干涉和束缚。8、四指间隔宽广，主其人不喜欢受到约束，思想行动都爱好自由。9、四指紧靠，主其人一意孤行，并且常常自鸣自得。接着我们从手指长短来识人，大家可以低头看一下你的右手，看看是无名指比食指长，还是食指比无名指长。为精确起见，大家可以借助测量工具。通常而言，男性的无名指长于食指，女性的食指比无名指长或一样长。那么具体的命运如何呢？小编来告诉你。1、无名指比食指长的人，理智大过于感情，反之情感大于理智。2、无名指比食指长的人，为人亲切，处事圆润，通情达理，在新的环境马上能与人打成一片，其缺点就是缺乏判定能力。3、手指长短决定交易本领，无名指相对于食指越长，你可能赚的钱越多。4、无名指相对于食指越长，这些人具有自信、爱冒险、探索性强、警惕性高以及反应快等特点。5、男人无名指相对于食指较长，更有男人味儿，业绩大大好于娘娘腔的男人。6、无名指相对于食指越长的人，在足球和篮球等烈的对抗性运动上颇有天赋。7、无名指越长，计算能力越突出，食指长的人更善于读写。8、无名指比食指长的儿童，理科成绩可能会比文科好。反过来，对于那些食指比无名指长的儿童来说，他们在阅读、写作和口语科目成绩要比数学成绩更好。9、无名指比食指长的孩子更倾向于存在极度活跃、机灵弱小的行为，食指长的孩子更有可能存在神经质、敏感等行为特征。10、无名指长表示婴儿处于发育时期的心脏、大脑以及手的雄性雌激素更高，而食指长则表示其雌激素更高。11、无名指比食指长的女性更具运动天分，尤其是在赛跑、足球、网球等与跑步有关的项目上，成绩更为显著。12、无名指长的男性通常会具有更明显的男性特征，比如说在竞技体育方面表现更为突出，成绩更为优异。而在其他方面，诸如侵略性和竞争性等，也会表现得更为强悍。相反，假如是食指比较长的男性，则在生理和行为上有着不同的表现。尽管如此，他们也有着自己比较擅长的体育运动，如武术与体操的项目。13、女性无名指过长，患有膝关节炎的风险更大。14、
食指和无名指同样长度的男性和无名指比食指长的女性，一般人均更有出现同性恋的行为。15. 无名指明显比食指长，不管此人表面多么谦逊，私底下都比较急躁、易怒、好斗、不善言辞的一面。而食指比无名指长的话，则表现出比较敏感神经质的一面，内心也比较谦逊。假如两指齐平或者差几个，则介于两种特质中间。其实一个人的运势和前程会有非常多的因素，然而大家假如能够更多的了解自身情况，更多熟悉你自己，那么至少大家会谨慎做出某些抉择，从而更好的趋利避害。第3，我们从手指的曲直看人的运势。五指最喜端正秀长，最忌弯曲、杂纹、破损。如果五指出现弯曲，一般运势不利。六亲无助，手指对于一个人的性格命运有很大的关系，其中尤以拇指为然。大抵来访拇指占了60%作用，其余4指共占40%而已。那么具体情况如何？大拇指弯曲变形，一般早年困苦磨难多，并且家境不利，父母身体不佳，或者二老不常在一起。食指弯曲变形，一般带有恒心不大、信心不足，做事难以持续，还代表兄弟姐妹帮扶小，甚至不相往来。中指弯曲变形，做事没有目标，不受约束，有点天马行空的意象，容易大意失荆州的现象，思想有偏正，其心不正。无名指弯曲变形，一般容易好逸恶劳，爱投机取巧，贪慕虚荣，并且婚姻感情多波折。尾指弯曲变形，一般向外弯曲出去的人性格反叛而外向，做他的父母会加倍担心。向内驱逐，其则性格太保守内向，如小指外痞严重，婚姻不顺，晚年不佳，为子女操心多。最后小编教大家从手指关节形状识人。不知道大家发现了没有，有些人的手指关节较为发达，仿如柿木的节状，而有的人手指平滑，甚至看不到关节。关节突出的手指中又分为2个关节特别醒目，或者只有1个关节突出的2种情况。具体大家可以往下看。1. 关节突出是哲学派类型的人的手所呈现的明显特征。靠近指甲的第一节指关节突出，表示其人有自知心，不论是理论或者行动都有自己的观念，而对于宗教或者学问、艺术，不会毫无确信就听信他人之说。当然，这种人有时爱打抱不平，有局猜疑心，经常追求理想，然而常有徒劳无功之举。2. 第二指关节处的关节是表面物质，手掌具有弹力而柔软的人喜欢井然有序的感觉，而手掌显得厚实有力的人，任何事都喜欢自己来整理，否则不舒坦。3. 手指上2个关节都突出的人，性格极为严谨，喜欢井然有序的事物，具有追求科学化的倾向。第二指关节发达的人是表示对物质的上的要求或者利己的关心。商人或观念投机的人常见这种手指。4. 手指看不出关节而圆滑的人，很容易受到灵感或行动的支配，和前述的根据知识、区别、分析而行动不同，往往受感情或者梦幻般的直觉左右。5. 不论手指形状如何，手指滑溜的人给人第一印象总是品行端正、善恶分明，但是交往一段时间后会渐渐明白，不可妄下断论。6. 而手指根部发达的关节被称为家事关节，常见这种关节是有些啰嗦太太们的手。这些太太一个人在家时显得坐立不安，如果不把家里打点整洁，总觉得难以释怀，因而有如此称呼。7. 显得瘦骨嶙峋的关节，其特性是控制狂热，而靠近食指指节的关节特别突出的人，似乎对宗教具有极深的信仰。大家可以伸出自己的手，根据小编上面所讲的，看看准不准，也可以给旁边的人看看。一个人的手可以透露出很多的信息，有些人的手长得很修长纤细，有的人的手长得很粗犷，每个人的手指长度也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食指中哪些手指越长，你的福气越深。1. 小指比无名指第二指节长。在中国传统的相学中有这么一句话，小指过3关，不愁吃和穿。意思是，如果小拇指比较长的话，那么其人一生的财运、福运都比较出色，不会出现在生活中缺少财富的情况。之所以说小拇指的长度较长会带来更好的运程，
是因为在相学中，小拇指的长度若是超过无名指的最后一个指节，也就是第3指节的话，就意味着其人的财富比较出色，能够在工作中依靠自己的努力赚取财富收入。而且如果是女性拥有这种手相特征的话，还意味着她们可以嫁得一个好人家，婚后的生活幸福安稳。2. 食指比无名指长。食指比无名指长的人非常的聪明伶俐，从小时候开始就是学霸一个，他们长大后更是社会的精英分子，不仅赚钱能力一流，还善于理财，钱财到他们手里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因此这种人是很有福气的，在物质上衣食无忧，在精神上也会得到极大的满足。3. 五指细长直上。我们这里说的大拇指很长，通常是指大拇指的长度几乎到了食指的第2关节处，但凡是大拇指长到了这种长度，大多都是富贵有福气的人，一生财运很旺，容易有傲人的成绩和收入。这种手相的人聪明能干，头脑灵活，反应敏捷，具有大智慧，做事有条有理，又擅长把握时机。他们为人谦和坦诚，是很好的朋友，也是很好的合作伙伴。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贵人运很好，有较强的聚财能力。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和麻烦的时候，总有人及时出现，为其排忧解难，出谋划策，使其顺利快速走出困境。4. 中指长度合适。在相学中认为，中指特征可以展现出个人在情感以及金钱财运方面的好坏变化，特别是命主的理财投资等偏财运的涨幅下跌，都是可以从中指来看的。所谓中指的长度合适，是指高于其他4根手指，但长度不会超过1个指节。拥有这种类型中指的人，无论是面对工作还是投资理财，都能够保证按照计划而来，既不会因为自己有能力随意行事，也可以做到对自己保持信心，从而确保在投资过程中能够不断的增加收入。除此之外，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中有以下8种特征，一生能生财有道，福气满满，快看看你有没有。1. 手掌柔软有肉。如果一个人的手掌摸起来特别的柔软，并且厚实有肉，看不到青筋和血管暴露在外的话，那就说明此人的运气很好，而且心灵手巧，很会赚钱。这种手相的人一般都比较的聪明能干，头脑清晰灵活，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容易有所成功。最关键的是，他们一生的财运很好，尤其是偏财运，在一些投资项目上会有很大的回报。只要是他们看准的项目，似乎都会赚钱，所以一般这种手称为发财手。此外，这类人的贵人运也不错，在遇到困难时容易有贵人出手相助。2. 有贵人线。所谓贵人线，就是指在大拇指的下方有一条圆润的弧线，很多人可能不是很明显，要仔细观察才会发现。如果手上有贵人线，表示此人一生大富大贵，而且贵人运特别好，做事情时容易遇到贵人帮助。这种手相的男人财运极好，赚钱厉害，大多能拥有很多资产，家人也跟着享福。有此手相的女人容易嫁给一个有能力且有经济实力的男人，一生不会为了钱财而犯愁，所以但凡是有贵人线的人都不会缺钱，日子过得非常的富裕。3. 手掌有财库。手相学中所说的财库，指的是手掌心当中的纹路相互交叉，呈三角形或者方形，通常为财库。一般拥有这样纹路的人也不是很多，但有的也是模模糊糊不太清楚。如果掌中财库生得很明显的话，表示此人财运极好，有一定的资产，一生都不会缺钱。他们天生就是富贵命，即便不用太辛苦，也能拥有比别人还多的财富。这样手相的人大多都是自己创业者，不愿寄人篱下为别人打工，也不愿被别人管着。其实就凭他们自己的真才实学，也确实有这个能力自己创业，通常都是做得风生水起，收益可观，日子过得非常的富裕。4. 掌心藏水。所谓掌心藏水，是指把手平摊开来，中间整个凹陷下去，倒水进去都不会溢出来。拥有这种手相的人财运也很好，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容易赚到钱。有此手相的人聪明能干，智商情商都很高，人际关系较好，也懂得利用自己身边的人脉资源，开通自己的事业道路，容易获得成功。他们不仅会赚钱，更会理财，
比如买些理财产品，或者去做一些比较靠谱的投资，并从中获利。这样手相的人也堪称是发财手，赚钱容易，存钱也很厉害，大多数都是有存款的人。5. 财运线笔直。在手相学中，财运线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人的金钱运势，在人的手掌中都会出现一条财运线，只是有的看不太清楚，有的却是清晰可见，笔直伸长。如果你的财运线笔直清晰，一般就表示你的财运很好，一生会遇到许多次赚钱的机会，就算出生在普通的家庭里面，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富裕的生活。这种手相的人聚财能力强劲，很会生活，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安定富足。6. 长有凤眼纹。所谓的凤眼纹是指大拇指的第2个关节处有2条至3条纹路组成的圆圈，看上去像一个眼睛。手上生有凤眼纹的人有富贵好命，生活富裕。长有凤眼纹的人大多的聪明能干，财运还尤其的好，做事情比较顺利，聚财能力也是一流，他们只要自己稍微用点心，就能够赚到很多钱。如果男的有这种手相的话，表示事业有成，功成名就；如果女的有这种纹路的话，表示他们可以嫁个如意郎君，而且对方家境优越，生活富贵。7. 水星丘饱满。水星丘指的是小指根部，也就是财运线和钱财纹所在的位置。如果水星丘生的饱满有肉的话，通常都表示此人财库丰盈，财运较好。他们十分精明能干，如果不是自己当老板，也绝对是好的副手，收入可观。这种手相特征的人为人正直善良，口才好，也擅长交际，懂得随机应变，容易获得好的生财机会。再加之自己本身财运就好，所以赚钱对于他们而言会容易很多。这种手相的人聚财能力很强，日子过得安定富足。8. 钱财纹竖条。手相中的钱财纹也叫做是理财纹，指的是小手指和无名指根部长有一些细细的斜纹。如果钱财纹有很多条，并且清晰可见，那就表示此人的财运旺盛，不缺钱花。拥有这种手相的人会能说会道，口才极好，而且工作能力很强，在职场中深得上司的器重，得以重任。而且他们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去做一些投资，在贵人的指点和帮助下，再加上自己的好运气，会获得丰厚。这种手相的人眼光精准，对赚钱的机会向来都不会放过，所以他们生活也是安定富足的。当然，相学里的说法只是一种运程解析，幸福的生活还是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勤奋是人生的第一要义。家庭中要有一双勤劳的手，可以改变自己和家庭命运的。勤奋一点，努力一点，收获的就多一点。在手相学中，我们常常会通过手掌中错综复杂的纹路了解自身的命运情况。但在这些纹路中呢，有的纹路极其相似，很容易看错，从而影响手相算命的准确性。比较常见的有夫子眼与佛眼纹、通天纹与事业线。这2组纹路无论从外形和位置来看都是极为相似，对手相不太了解的将友们很容易看错。今天小酱汁老师就给大家讲解一下这2组纹路的区别，以及各个纹路的含义以及命运情况，酱友们可以了解一下。1. 夫子眼和佛眼纹。1. 什么是夫子眼？所谓夫子眼，就是在拇指第1节指骨上，即大拇指内侧中间那个关节上的节纹不是一条线，而是2条或者3条分开成眼形的纹路。夫子眼也称为孔子眼、凤眼，出现在右手拇指上的夫子眼。夫子眼的纹路是闭合的，而且越像眼睛的人越有福气，如果开口了则不能算是夫子眼。2. 什么是佛眼纹？佛眼纹比较容易找到，就是在大拇指根部与手掌连接的地方。通常这里的掌纹如果是链状，掌纹形成一个小圈连着一个小圈，那么就称为佛眼纹。通常生有佛眼纹的人天生聪慧，有成圣人的潜质，但是成不成还要看后天的教育培养结果了。6. 夫子眼与佛眼纹的区别。这2种手纹其实很好区分，主要注意到以下2点就好。第一，纹路的形状。从外观上看，夫子眼是一个闭合的圆圈，中间有一道直线，类似于人的眼睛。直线是上下眼皮之分，
而佛眼纹指多个闭合的小圆圈并列而成，理解起来可以把它想象成佛珠手串，每颗珠子连在一起。第二，纹路的位置，夫子眼在大拇指第一指节关节处，而佛眼纹是在大拇指跟手掌的连接处。三，长有夫子眼的一生运势，代表该人有疏远、天资聪慧、头脑聪明且管理能力较强，也代表勇气、胆量。夫子眼大者敢于冒险，从古至今一直有夫子眼者必定是文曲星下凡，最不济也是能舞文弄墨、文采斐然的才子佳人的说法。若夫子眼完整且清晰，意味着其人身体状况良好，可能幼年时家境富裕，成年后能够有一番事业，婚姻幸福。如果夫子眼的纹路如果深浅不一，纹线中段不完整，则表示判断力、意志力稍有不足。若弧线比较平直、不对称或者开口封闭不全，则代表身体状况差，容易早衰。四，女人长有夫子眼，易嫁贵夫。有这种印记的女性就会嫁给各个方面都优的男性，且有机会嫁入豪门中。如果是双手都有此类标记的话，那就会更加有利，即使没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也会是一生衣食无缺。另外也有人称夫子眼是死在夫前一枝花的说法，表示女人有此掌纹的话，会比自己的丈夫先去世。五，生有佛眼纹的人有才华和学识。在手相学中，拇指的根部区域被称为学堂，因此在此处生有佛眼纹的人天生聪慧，喜欢学习，有学识和才华，名誉清高，美名远扬。也有古书中记载，女子若生有佛眼纹，能嫁贵夫；男子有此纹者，能娶贵妻。此外，拥有佛眼说明你是一个直觉很准的人，感知能力特别强，很多时候凭着第六感的感觉得到很多好运。佛眼的纹路与佛眼纹、佛眼线、佛心纹与念力相互呼应，常常能靠着这敏锐的直觉趋吉避凶，如同神佛一般的能力。左手右手都有相同纹路的人，可以说是一个很有灵感的人。拥有佛眼的人不仅招财，有很强的感知能力，在记忆方面也相当出色，就如同有着超能力一般。有着佛眼的人直觉准确率相当高，甚至还能比较容易吸引一些东西，所以才会拥有如此特别的能力。二、通天纹与事业线。一、什么叫通天纹？即从月丘下部开始延伸到中指下方的一条曲线掌纹，中指下方为先天乾卦位，月丘为后天乾卦位。八卦历象中乾为天，故此掌纹者被称为通天纹。手中长有通天纹的人，不仅第六感强烈，而且往往能与天地沟通。二、什么是事业线？事业线又名冲卦纹，图水行掌者才称之。冲天纹、玉柱纹、天喜纹、纹笔等等，在西洋手相学称为命运线。事业线是指掌心下方向上延伸到中指下端的一条线纹。事业线代表着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和发展运势，它的起点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终点必在中指下的土星丘。事业线的起点不同，而会有不同命运开拓的形。事业线的形成是因为前脑和顶脑之间脑组织产生意念，这意念刺激内分泌而侵蚀出来的。它是由掌底向上长的，又在掌的中央，像是手掌的大支柱，因此又被称为玉柱纹。能否成功是看成功线，看犯小人是事业线。三、通天纹与事业线的区别。有些人容易将事业线与通天纹混淆在一起，其实两者是有区别的。事业线的起点通常是在手掌的根部，又称为玉柱纹，而通天纹的起点则是在月丘。不过也可以将通天纹看作是一条特别的事业线，因为生有这条线的人本身就有着很好的事业运，只是比单纯拥有事业线的人更多了一份灵气，第六感更强一些。而且拥有通天纹的人通常对着玄学和神秘事物有着天生的兴趣，天生与神佛有缘，所以人们才说这类人有沟通天地的能力，其实呢就是对一些神秘事物有一些感应能力。四、生有通天纹的人旺财，事业旺。
通天文又称穿钱线，手上长有此纹的人通常财运很好，一生不缺钱花。而且古人云，手有通天文，事业不是大败就是大成。手握通天文的人，事业运势整体较旺；左手有通天文的人，大多数都是白手起家，讲四方之财，事业会蒸蒸日上。右手有通天文的人，父辈基业稳固，事业会得到长辈的帮助，少走很多弯路，接手上一辈的生意居多。双手都有通天文的人，在事业上通常会大有作为和成就，事业体量更大，更有贵人扶持帮助，一生财运不断。另外相书还有云，通天文横贯手掌者，心运手辣，必成大事。5. 事业线的命运如何？若是事业线若伸长而明朗的话，掌心直线朝上延伸到中指下端，指的是一个人凭借自身的努力，终究事业有成，能够享受权力和富贵。若是事业线比较浅的话，指的是一个人工作比较辛苦，事业多有波折，不顺利。若是事业线断断续续的话，指的是一个人做事三心二意，没有规则性、统一性，因此事业运起起伏伏，变动次数多。若是事业线旁边还有一条线，指的是事业上通常有贵人相助，或者指的是自己会得到得力的下属，事业上发展比较顺利。若是事业线延伸到感情线停止，指的是一个人会因为感情问题上的纠纷而影响到自己的事业运程。若是事业线比较深的话，指的是自己会得到异性的帮助，事业有所成就。若是事业线出现中断的情况，指的是一个人年轻时事业非常顺利，但是到了中年以后突然停止，表示在中年时事业会面临一个难关。若是能够克服这个难关，事业必定再次升华。手纹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分辨清楚这些手纹。若是不小心认错了，不仅容易让我们对个人命运产生误解，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运势发展。在人的手掌中主要有3条大的纹路，分别是感情线、智慧线和生命线。通过观察这些纹路的形状、走向、颜色等，可以大致了解一个人的性格和命运。而除了这基本的纹线之外，还有一些其他样式的杂纹，如十字纹、三角纹、星纹、井字纹、米字纹等等。通过这些杂纹的分布情况，也能够解读一些命运信息。今天小酱汁想给校友们介绍3种富贵弧线。一般情况下，有这3种弧线的人都能成为某一领域的领袖人物。快来看看你有没有吧。1. 木星环。什么是木星环？在食指根部木星丘上有一条略微向上弯曲，围绕木星丘而生的细纹，被称为所罗门环，也称木星环。手掌中出现木星环的人智能很高，第六感很强，注重外表，交际能力强，通晓人性，对心理学十分感兴趣，也有神秘学方面的天分，善于用巧妙的语言委婉地宽慰和开导别人，很适合从事心理辅导、宗教及命理方面的工作。2. 不同形态的木星环命运如何？木星环清晰完整。假如手掌中的木星环清晰完整，预示其人具有精准的分析判断能力，很善于观察事物的本质，能洞悉他人的心思，而且天生有着很强的贵人运，即使身处险境也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并且能抓住时机，把握好运，人生渐入佳境。手掌中出现木星环的朋友，除了有化险为夷的好运以外，也有着不错的异性缘，往往能因为自己注重外表的个性，再加上独到的眼光，而找一个相貌好、气质佳的伴侣。2. 有2条木星环。如果木星环出现2个，即是双重木星环。有此手相特征的人，洞察力尤其出众，拥有洞悉他人的天性与分析事物的潜能，第六感很强，通常会出现在一些占星学家、命理师和心理学家的手掌中。2. 贵人线。什么是贵人线？贵人线是指在生命线的内侧生出的短线，又名火星线，古人也称其为祖阴线、阴路线，意思是祖上积阴德而产生的纹线。阴德深厚的人手掌中通常会出现明朗而深长的贵人线，其人慈爱善良，遇事都能得到贵人相助，从而化险为夷。
也容易因为得到贵人的助力而获事业成功。2. 不同形态的贵人线命运如何？贵人线生得清晰深刻的人，无论男女，对待工作都非常积极热情，拥有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而且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和提拔，事业一有所成，生活平顺幸福。假如生命线生得不佳，但旁边出现好的贵人线时，会大大弥补生命线的不足，所以贵人线又称第二生命线。2. 贵人线一条，从贵人线上也可以看出其人的感情生活是否幸福。假如手掌中有一条清晰而深长的贵人线，随着生命线一直往下延伸，代表夫妻两人感情能够维持长久。特别是贵人线的末端与生命线紧贴时，两人的感情会越老越浓。若贵人线末端与生命线的距离越来越远，两人虽然会一直维系着婚姻关系，但心的距离却会随着时间的加长而越来越远，因此这类人特别需要用心维护感情。3. 贵人线多条，假如手掌中有多条贵人线出现，其人有着旺盛的桃花运，身边不缺少异性。假如靠近生命线的贵人线伸长，其人虽然桃花运旺，但与另一半感情很好，外人无从介入。如果不是的许，则可能心里另有他人的影子，比另一半的分量更重。4. 贵人线呈交叉状，若手掌中有2条贵人线呈交叉状，且纹线深而清晰，表示其人寿命较长，命中可得功名利禄，亦能够白手起家，做出一番事业。假如手掌中再有一条清明的太阳线，其人一生平顺，会名扬四海，多子多孙，健康长寿。5. 贵人线的支线触及事业线，假如贵人线的末端分出一条支线与事业线相连的话，其人活力充沛，工作态度积极，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女性手掌中有此特征时，其人在工作容易遇到强有力的异性帮手，从而免掉许多单打独斗的挫折和辛苦。6. 贵人线上出现障碍线，假如有多条障碍线横切过贵人线，表示其人虽然会得到贵人的帮助，但也常常受到一些人的拖累和阻挠，甚至会造成金钱方面的损失。在人际关系上常常会轻信他人的谗言，而产生很多不良的影响，而且有了孩子以后会变成全职保姆。贵人线上有指纹分叉的人可能会遇人不淑，一直在感情上受伤，因此情路较为坎坷。3. 金星环，什么是金星环？金星环是一条圆弧形的短线，通常起始于食指和中指间，终止于无名指和小指间。金星环只在一部分人的手掌中出现，而且大多数的人是细弱不清的，只有少数人的清晰深长。手掌中有金星环的人感情非常早熟，有早恋的倾向，其人对感情非常执着，在遭遇感情波折时通常都能够表现得很坚贞。2. 不同形态的金星环命运如何？金星环呈弧形且纹路清晰无断痕，金星环深而清晰而无裂痕，且自食指和中指之间，终止于无名指和小指之间最为理想，表示其人感受性丰富且具有卓越的美感。许多影视明星和艺术家手掌中常有这样的金星环。如果金星丘同时高高隆起的话，其人多欲，有沉溺于酒色的倾向，但若是金星丘隆起不明显时，其人德高望重，应有明志。假如金星环形态佳，感情线也生得好的话，其人可借他人之力完成自己的期望，越得到的成果往往超乎自己的预料。金星环越长越有力，但既与感情线相交。相反，假如只是金星环形态好，而感情线不好的话，其人容易在感情上遭受挫折，且容易受到诱惑。2. 金星环靠近感情线，金星环与感情线距离过近时，其人容易沉迷于感情中不能自拔，个性不开朗。假如金星环纹路清晰完成，结果会向好的方向发展。假如金星环很浅很杂乱，则感情上容易受伤，而且时常会发生破财之事。金星环与感情线距离很近，且感情线末端开叉的话，其人个性较为念旧，喜欢回顾过去。3. 金星环呈直线状，金星环呈直线状且靠近感情线时，被称为理线财，表示其人有很好的偏财运，常会获得意外之财。假如理财线清秀明显的话，其人善于理财，合适从事出纳、会计、财务等职，可得名利富贵。但若理财线杂乱不清的话，其人往往财运欠佳，整日忙碌于生活。4. 金星环有多条，有多条金星环的人极富好奇心，做事喜欢故弄玄虚，
假如多条金星环并行在一起，且纹路清晰，表示其人感情丰富，做事较有条理，可得成就。假如多条金星环排列杂乱或呈草根形，其人个性喜新厌旧，自制力差，常因一些不好的习惯而招致失败。5. 金星环不连贯。金星环断断续续不连贯的人，虽然有魅力，但大多用情不专，容易见异思迁，只能够共享乐而不能够共患难，是标准的危险情人。金星环虽不连贯，但智慧线形态佳的话，其人会有较好的艺术天赋，会将感情在文学、美术、演艺等方面表现出来。假如智慧线形态也不好的话，其人容易感情变态。6. 金星环过短。金星环生得较长时，其人自信心强；假如生得过短时，其人缺乏安全感，疑心病重，做事容易犹豫不决，爱钻牛角尖，不懂得变通。7. 金星环与感情线相交。感情线直达食指与中指间的指缝，且与金星环相交时，其人做事易执迷不悟，误入歧途，最后导致钱财名利落空。8. 金星环与婚姻线相交。假如金星环延伸至水星丘，且与婚姻线相交的话，其人婚姻生活不稳定，夫妻易被拆散或介入到别人的感情中。假如智慧线有缺陷的话，表示无法控制情欲，且容易受骗。9. 金星环上现倒纹。金星环上如果出现倒纹，表示其人热情慷慨，做事容易受感情支配，不太理智。假如智慧线形状好的话，其人比较适合从事慈善、接待等需要付出热情的职业。家友们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手掌上有没有这3种奇怪的纹路。当然，相不独论，这些手纹也只是帮助你更加了解自身运势，并不会完全决定你的命运。希望酱友可以在人的手掌上，除了3条主要的掌纹以外，还有一些辅助纹线，对判断人的运势和性格也非常有帮助。这些纹线不是在任何人的手上都能看得到，有些会非常稀少，比如在小酱汁之前讲过的千金纹、美露纹、宝镜纹等等。这些纹线虽然很少见，但是能够强化或是减少该区所代表的性格和命运特质，有些是绝对负面的，有些则是值得拥有。今天小酱汁想给酱友们介绍2种罕见的纹路，一种大喜，一种大悲，酱友们可以了解一下。1. 天喜纹。天喜纹是一种比较吉祥的纹路，它的出现表示着一个人的财富、健康、婚姻都比别人要好，生活中总是充满了激情和奇遇，一生幸福。通常天喜纹在手掌中有以下3种形态，不同形态有不同的命理含义。具体命运如何呢？小酱汁接下来为酱友们具体说明。1. 天喜纹是内生命线，即沿着生命线内侧的一条同样走向的线。天喜纹主要起到的作用是加强保护生命线的作用，有这条线的人生命力都比较顽强，多健康长寿。即便是生命线上有残缺不完美的地方，也能化险为夷。即使大病大灾，亦能逢凶化吉，对自己的运势也有着加强的作用。不管是事业还是财运方面，都能多交好运，平步青云。职场多贵人帮助，能在自己事业上有一番作为。古语云：立身带天喜，一生多福祉。容望乐人安，事事皆全意。立身即生命线，生命线有辅助线的人，一生走福运，容望平安，事业发达，身体安康，家业兴旺，做人讲义气，有病灾疫能自己化解，遇到坎坷亦能跨过，快乐逍遥一世。有天喜纹的人不在少数，而且形状各异，不同的样式代表含义不同。一个完美的天喜纹能增加生命线的作用，反之也会影响生命线的发展。2. 天喜纹是通天纹的变形，从前宫月丘处起通天纹，斜上中指之下；从肯宫金星丘或地纹生命线处起纹，斜上中指之下，两纹相合，叫做天喜纹。有天喜纹的人，不论男女，都具有忠义勇敢的个性，行事不拘一格，经常做些打破常规的事情，具有敏锐的头脑，能抓住时机机遇，成就他人想不到的事业。3. 天喜纹是手掌中的事业线，自手掌下方向中指延伸的纹路称为事业线，又叫玉柱纹、命运线、天喜纹等等。大部分的手掌中都有事业线，而且随着年龄、际遇的不同，纹路会有所改变。我们可以从事业线的形态分析人的事业走向，但有事业线的人不一定就会做大事业，没有事业线的人就一定没有事业可言。
事业线若是明显，从底部直线向上升，纹路也完整，那么表示其人生活富裕，家世不错，能得到父母的协助，而奠定良好的基础，属于继承家业或是开创事业的人。而如果事业线是断断续续的，表示工作较有挫折，没有那么平顺，必须依靠后天来培养，线条自然就会改变，或是有副线延伸向上。2. 土星环。什么是土星环？所谓的土星环，就是在中指根部的下面有半弧形的圆环纹，环纹较短，围绕着中指，因位置在土星丘，所以称为土星环。有此线的人通常缺乏生活情趣，容易有偏见，心境常忧郁，甚至有自杀倾向。2. 长有土星环的人性格阴沉孤僻。土星环是一条不吉的掌纹，寓意禁锢、约束、困难、障碍、挫折等，预示人容易被环境约束，不能发挥自己的能力。常有土星环的人虽然智商过人，但是个性非常阴沉、孤僻、残忍，而且自私自利、沉默寡言，脾气怪异，喜欢沉思幻想，但缺乏贯彻研究及实践精神，大多言行不一，说的比做的多，难有切实的成就。这一类人平时不太喜欢与人交往，因而常得不到别人帮助，生活不顺遂。从身体方面来看，长有土星环的人容易肝气不舒，肝火大，心情常郁闷，眼睛有屈光不正的现象，易患眼疾，容易近视。如果出现此纹且智慧线不长，其人的性格会更加怪异孤僻。3. 土星环的几种形态。土星环纹路深且明显，表示此人智力过人，但沉默寡言，对于任何事皆不愿发表出自己的意见，其理想虽高，但是缺乏一贯的精神，至常不能实现理想，或表示此人刚愎自用，而且不听朋友的规劝，以致知心朋友少，亲人亦不愿与他接近，而使自己一错再错。一般罪犯及自杀的人，他们的手上通常会有土星环。2. 土星环细浅而不明显，表示此人性情孤僻，喜欢独居，不喜欢接受他人的好意，婚姻难遂心愿，但因为纹路比较浅，所以极端的个性要比深且明显者轻一些，因此尚不至于会做出犯罪或自杀之事。3. 土星环身断或破损。土星环一切坏的意义及程度可减轻许多，若此时又配合着有优良的智慧线，且拇指直硬，则更表示其人性格会多少有点孤僻，但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产生。4. 土星环呈交叉状，如果智慧线生得不好，且拇指亦不够坚挺，则表示此人刚愎自用，性情悲观孤僻，经不起大的挫折，做事每多失败，人际关系不佳，易得罪人，有遭意外而死或自杀的倾向。4. 长有土星环的人如何化解？土星环虽是一条不吉的掌纹，但好在有长土星环的人很少，有清晰完整土星环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即使长了土星环也不要紧张，只要平时多加强自身的修养，尽量开阔自己的心胸，保持乐观的心情，走出内心的世界，多与人交往，遇事不要钻牛角尖，多换位思考，多包容和忍让，真正从性格上改变自己，土星环会越来越淡，直至消失。需要注意的是，凡手掌中主吉象的纹路，一旦有杂纹冲破、断或者歪斜的现象，就说明吉象被折损，好的说法就要打折扣来论断。没有吉祥纹路的人也不用太难过，事业能不能有成，运势是吉是凶，除了有自身命运因素以外，也与自己的性格和做事方式有关。如能时时自省，查找自身不足，努力加以修正和弥补，多做善事，自身的福分积累多了，命运也会向好的方面。每个人的命运都不相同，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不可能一直以来都是一帆风顺的，人有的时候运势极佳，有的时候运势却很差。而从手相来看，手相能预示人的财运、事业运等等。那么如何从手相看你的事业运势？今天小酱汁为酱友们分析一下不同的手相特征，事业运势如何。1. 指头短，魄力十足，经营者。4根手指较短的男女不会在乎小事，做起事来不拖泥带水，因此能够很快地下决定，并且勇于采取行动，
由于本身具备了优越的经营能力，因此很适合致力于实业的经营工作。手指的长度如果过分的短小，在比例上显得离谱的话，那么就显示这个人具有懒惰的性格。2. 指头长，精明理性，实业佳宜。指头长的人，精神方面的倾向较强。就手型来说，这是属于思索型或尖头型的人，与一本万利的财运比较无缘。但是这种人处事慎重，又擅长分析材料。因此，如果能将这种长处与工作相结合，比方说从事银行或证券等相关工作，便能期待丰硕的成果。3. 手掌肉厚，职场运势起伏不定。手掌肉厚比较有福，气势较旺，如果面相比较得力就更好了。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整个身体已经向上移动了，则说明自身向上生长的情况比较得力，能有助于事业的快速发展。只要自己辛勤努力，有朝一日便可成功。如果手掌过于肉厚，则属于劳碌奔波之类，一觉醒来发现有时高有时低，有时又蜷到别的地方，睡觉不老实，难安的状况，则事业起伏不稳，工作多变，心高志短。4. 无名指跟中指一样长，能拼敢冲的大玩家，无名指要是跟中指一样长的话，那便是赌鬼之相，对于任何事都有喜欢下赌注的兴趣。这种人一听到打麻将、赛马、玩桥牌，全身的血液都会立即沸腾，眼睛也为之一亮，马上就会开始安排时间找钱去赌。这种人的确对输赢有着相当敏锐的感觉，也喜欢投机性较高的理财方式，股票、房地产等投资生意会很乐意参与，不过并不表示心中是否有万全的把握。这样的人假使诚心草率的下注，随便赌输赢的话，将会使自己落得一文不名。5. 方形手，勤俭持家，乖乖牌，这是方形手的人所有的特征。以西方人来说，日耳曼民族的德国人大都是这种类型。这种人的特点是在金钱方面很规矩，一板一眼地进行理财计划，相当扎实稳健。这种人的性格也很可靠，所以和这样的人有金钱上的往来，大可放心地将传票、账簿交给他。6. 手型瘦扁且关节青筋浮现，学术型研究者。这种人的手看上去扁瘦，而且关节和青筋浮现，也就是所谓的思索型手相。这种类型的人一般而言都相当的淡泊名利，并不将钱看得很重，反倒比较注重精神的东西，而非物质享受。这样的人比较喜欢沉溺在自己的小小世界中，专注于一些他自己有兴趣的研究。从事学术研究的工作尽管很理想，但是一辈子既发不了大财，也饿不死的财务状况，是最有可能的写照。如果不是因为研究成果能申请到奖学金，因发明而申请专利赚钱的话，那么这种人可以说是一生与财富无缘的。除他的配偶或周遭的人很会理财，不然这种人对于金钱是漠不关心的。7. 智慧线起自食指下方，白手起家的大老板。智慧线起自食指下方，象征有权力欲、统御能力和行政手腕。智慧线从食指下方往下走成一斜直线的朋友，特别具有领导力和经营事业的才能。一旦下了决定，勇往直前，到最后多能顺遂心意。此种手相者不管男女都很有魄力，站在第一线能有杰出表现，是很适合创业的手相。如果智慧线上端再出现织纹，则成就更大。要提醒的是，智慧线起点若达到食指根部，即便未来能掌大权，但由于私欲太重，老年恐怕难得善终。凡事需注意替他人留3分后路。8. 手上智慧线平直，创业能手。智慧线平直的人个性务实，思想有条理，不会为梦幻或不切实际的想法浪费时间精力，做事干脆利落，是处理实务的能手，工作上多能做出大小不一的成绩。许多创业能手的智慧线皆是平直，譬如鸿海老板郭台铭。智慧线平直加上智慧线起点与生命线分开的朋友，个性勇敢、果决、爱闯荡，喜欢多彩多姿的人生，排斥一成不变的生活，特别适合创业。智慧线平直的女性由于都是女强人，强硬较欠女人味，丈夫在外面花心偷吃的不少，需多注意家庭生活情趣的经营。9. 事业线起自生命线，目标明确的职场人。
事业线从生命线上升起的朋友，奋斗心十足，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开拓出人生道路的类型，一切成功毫不侥幸。因此种奋斗精神正是创业者所必须的，所以如想创业或可一搏。虽然好运来得较慢，但30岁后可逐渐抓住成功的机会。这种手相的朋友，若事业线起自生命线的下端，多数幼年起就家境不佳，较早进入现实社会，历经千辛万苦的挑战；事业线起自生命线中段，则生长环境较为顺利。但不论是以上哪一种，事业上的开花结果皆是脚踏实地而来，即便步入顺境亦不懈怠，保持着远大的目标，因而开拓出绚丽的人生。10. 手上水星线明确，企业管理者。水星线起自生命线或月丘前区，可以视为是事业敏锐度的指标。此种水星线又称商财线，对企业经营有先见之明，在策划上具备特别的才能，经营事业相当精明又有远见，事业成功的可能性很大。有些人水星线2条直直从月球生出，更主将获得特殊的成就。只是如果水星线起于生命线内的金星球，由于内心不够宽广，较会计较，反倒适合一些专业或学术性的学问研究，不适合从事综合性的事业了。11. 清晰优美的段长，大企业老板。段长的朋友多半主观强烈，做事有一贯的精神，不怕困难险阻，无论事情大小都能认真去做，极富敬业精神，自然是创业的适合人选。只是段长的朋友大多事业心重于夫妻感情，比较个人中心，因此需要配偶多包容宽谅。段长手相者天才型的比例很高，如果同时事业线佳、成功线佳，有能力把失败扭转为大成功及大幸运。许多经营大大小小企业的企业家中，常可见段长的例子。一般人认为，一个人如果生活方式发生改变，或者思想观念起了变化，手纹也会跟着改变。命运是要靠自己努力来得来的。话说得好，十指连心。通过对手掌手相的观察，能够了解自身身体不同部位、内脏器官的健康状况。这也是为何说手相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健康运势的变化。而想通过手相了解身体健康状态，那么首先就要对健康线有所了解。那什么是健康线？健康线有什么特点？不同形态的健康线代表什么含义呢？小酱汁今天就来给酱友们具体说一说。什么是健康线？健康线起自手腕线，穿过月丘、火星平原，一直向水星丘延伸。也有一些健康线起自生命线，然后向水星丘延伸。健康线的长短不一，有的很短，直达感情线；有的很长，可以直达水星丘。如果说生命线代表的是一个人先天寿命的长短，那么健康线则反映出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健康好坏。健康线的特点。健康线与其他纹线不同，并不是说越多越好，相反，假如手掌中完全没有健康线才是最理想的状态，表示其人身体状况非常好，体魄强健，神经机能健全。而当人的身体机能开始出现衰退，健康正在慢慢出现问题时，健康线才会有所显现。这时通过观察健康线的深浅、形态、位置以及颜色，可以大致了解其人身体哪些部位出现问题，应该如何防范。不同形态的健康线有何含义？健康线清晰无断裂。身长清晰的健康线表示个人健康状况良好，有充沛的体能，而耐力极强，能够从事较长时间的工作。不过一般来说，如果原本没有健康线，身体机能也正常，但手上却突然出现了健康线，就表示近期过于疲劳，需要好好休息。健康线呈波浪状。具有此手相特征的人，通常感单机能较为衰弱，肝火较旺，脾气容易急躁。假如健康线上又出杂纹，看上去甚为凌乱的话，则表示其人会因为消化器官疾病而导致记忆力减退，同时也是事业上不如意的表现。健康线短而分叉。健康线很短，而且前端分叉或者模糊不清，表示其体质较弱，抵抗力差。
小病不断，容易生一些慢性疾病，或者衰老的比较早。此外，吉人容易遭遇突发灾祸，应远离危险之地，在操作一些大型工具时也是非常的小心。4. 健康线不连贯。健康线如果断断续续不编贯，表示其人的消化机能正在衰退，很容易患上肠胃疾病，偶尔则会发生肺炎或者内膜炎等病。尤其健康线成片段形、成梯形时，这种迹象更会明显。而当断断续续的健康线与非常弱的生命线相交时，表示其人的体力和精力都不好，是一种短寿的表现。有这种健康线的人需要多加注意，最好能够改变不良的饮食习惯，以求恢复原有的机能。这样不佳的健康线也会转好。在饮食上要注意避免暴饮暴食、酗酒、忌食辛辣和刺激性强的食物。另外，身心压力大也是造成消化系统病变的原因之一，要及时给自己减压。5. 健康线呈锁链状。健康线呈锁链状的话，表示其人容易患上脑部疾病，如精神衰弱、失眠等症，而其人的意志力不太坚定，很容易受他人的影响。6. 健康线变色。当健康线突然变黄时，表示其人很可能肝脏出问题，需要及时到医院检查。如果健康线上有赤色的斑点，则代表的是热病；出现黑色的斑点，可能患有慢性消化道疾病。7. 杂乱无章的健康线。就是健康线出现杂乱纹路，表示为人飞扬跋扈，不能和周围人和谐相处，总是喜欢自作主张，不听从别人的意见，与人相处也总是会出现在各种各样的矛盾，甚至口角摩擦等等。8. 健康线穿过生命线。良好的健康线最好要与生命线分开一段距离，而如果健康线与生命线相交，或者穿过生命线的话，表示其人外强中干，内脏和血液循环系统可能出现问题，易患有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而这样的人往往个性非常固执。9. 健康线止于感情线。健康线如果从生命线的内侧出发，止于感情线，表示其人的心脏功能较弱。如果健康线的颜色为青色，而且很粗的话，则是表示心脏衰弱、血液循环不良。假如健康线起自生命线，止于感情线的话，也代表其人心脏功能不佳，需要多加注意。假如健康线只在感情线与智慧线之间出现的话，则表示其人个性非常顽固，很难听进别人的意见。同时要注意头部和心脏方面的疾病。10. 健康线止于智慧线。健康线终止于智慧线时，代表其人易患脑部疾病。假如智慧线与健康线相交出现星号时，女性的话容易发生难产或者不能生育，男性的话则表示性机能较弱或者难于得到孩子。11. 向金星丘延伸的健康线。由生命线内侧延伸，健康线从生命线内侧延展而出，且色泽极差，表示心脏功能较弱。小酱汁建议，因为容易患心脏病，所以在平时生活中要多注意缓解自身压力，不要给心脏增加负担。12. 连接感情线与智慧线的健康线。连接感情线和智慧线的健康线就是健康线的两端，连接着感情线和智慧线，表示总是会固执己见，不懂变通，在与人沟通上也会存在一定的问题，不太容易协调，是非纠纷也不断。4. 健康线上出现其他纹路。1. 出现十字的健康线。出现十字的健康线是指靠近月丘的位置，健康线上出现了十字纹路，表示为人心思细腻，脑筋转得快，对于新奇的事物总是会有浓厚的兴趣，喜欢接触有神秘感的事物，但在身体方面总是会有很多的小毛病产生，要特别引起注意，否则小病也会慢慢发展成大病。2. 健康线与智慧的交汇处有星纹。健康线与智慧线相交的部位有星纹，表示会在怀孕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或是预示生产时会发生意外。建议夫妻双方要多沟通，
另外还要知道，压力也是导致不孕的原因之一，因此凡事不要斤斤计较，要懂得享受生活。3. 健康线上有导纹。假如在健康线上出现导纹的话，表示其人呼吸系统不是太健康，咽喉部位可能患有疾病。如果这个人的指甲非常的长，同时健康线上又有岛的形状，又有纵纹的话，表示的是这一个人特别容易患上肺部疾病。如果这个导纹上面又出现了格子或者方块状的纹路，表示其人很可能要动肺部手术。如果是左手的指甲比右手稍短，且健康线上有导纹的话，表示其人容易患支气管疾病。而假如健康线与智慧线相交处有导纹出现的话，则表示其人很有可能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对于所有人来说，身体健康是头等重要的事情，无论事业多成功，生活多富足，没有健康的身体也是无福享受。因此，大家平时一定要经常观察一下自己的手掌，看看是否有健康线的出现。假如已经出现了健康线，那便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了，不要让小病变成了大病才去关注，往往为时已晚。相学中，手相是一个极其需要注重的地方。通过不同的手相特征，可以知道一个人到底是抓财还是漏财。人们常常喜欢说某某某是能抓财，这其实也是有手相的一方面原因。如果是漏财手，首先是不容易抓财，其次就算财富到了手里也容易溜走。那什么样的手相是抓财手相呢？什么样的手相又是漏财手相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抓财手的8种特征。1. 事业线起始于土星丘。这是指手掌中的事业线是从中指下方的土星丘延伸出来的，或者说事业线长度较长，能够达到土星丘上。如此修长的事业线，说明了其人在工作中不仅个人能力出众，擅长努力，而且还能够获得贵人的帮助。如此一来，即使他们会遭遇意外变故，也能够化险为夷，保持工作状态稳定不下滑。此外，这类人的情感运势也不差，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在结婚之后获得好的事业运、财运。2. 手指齐整，没有指缝。如果手中的5根手指并拢之后没有非常明显的指缝时，也能够体现出其人的财运非常的好。这种手相除了象征着其人性格自律、擅长赚钱且懂得理财之外，还说明了其人很少会因为意外因素而面临破财危机。他们从来不会在生活中铺张浪费，懂得如何正确使用手中的财富，可以说是生活和工作都是井然有序，自然不会有着缺钱的苦恼。3. 掌丘饱满，掌心内凹。微微内凹的掌心再加上饱满的掌丘，这样一种手相就是所谓的聚财手，也被称之为聚宝盆。因为从外形来看，掌心内凹，而四周的掌丘突出，使得整个手掌如同盆地一般，故而有着聚宝盆的称呼。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擅长聚财，他们有这类良好的事业运和财运，也知道应该如何去做，才可以保持个人财运的稳定。无论是通过努力工作还是投资，都可以获得高额的财富收入。4. 手中拥有好的理财纹。位于小拇指以及无名指根部位置的短小斜线便是理财纹，也叫做钱财纹。这一纹线便是手相中最能够体现出个人偏财运变化的掌纹之一。好的理财纹一般在3条以上，且每一条都是相当的清晰深刻，外形也是近乎相同，没有分叉、断裂等情况的出现。好的理财纹意味着命主容易获得横财。5. 手掌中心长有痣。长在手掌中心的痣被称之为聚财痣，因为手掌的中心往往微微凹陷，其外形就如同一个盆一般，所以也叫做聚宝盆。而位于聚宝盆当中的痣就相当于是财富，所以也称之为聚财痣。这一痣象出现的概率并不高，
而一旦获得，就意味着其人的财运十分出色。6. 手指甲红有圆。在手相中，若是一个人的指甲长得圆圆的，红润有光泽，则往往说明他们自身的精力比较的旺盛，个人的财运亨通，注定就大吉大利的富贵相。所以这样的人不但会赚钱，而且存钱的能力也是一流。只要是把钱交到他们的手里，一定会把钱财打理得井井有条，全家人的经济条件也会上升，福泽几代人，儿女也极少会为了赚钱而发愁担心。7. 手掌有井字纹。在相学当中，若是一个人的手掌用于井字纹，尤其是中指与无名指的位置，则往往属于富贵的象征，往往会有财大气粗的说法，通常说明他们会有横财上门，是富贵的象征。一般的情况下，这样的人他们的运气会比较好，个人的能力强，尤其是敢于创造，抓住机会，知道怎么去利用自己手里的资源去创造价值，天生就是做生意的好手。8. 手掌钱财纹多多。钱财纹位于小指下方的位置，往往会以此处的竖纹多多，往往说明此人的收入多多，钱财多多。只要是把钱给他们，极少会胡乱的花销，是聚财的好能手。而且这样的人非常的适合创业，能力运势兴旺，不差钱也不会缺钱，属于典型的财神爷赏饭。只要他们不笨，就一定会取得一定的财富积累，往后的生活也是会越过越好。2. 漏财手的5种特征。1. 手掌平薄。在相学中，手掌以厚实饱满为佳，这种人不但很有福分，而且挣钱的能力也比较的强，做事非常的踏实，人也比较的勤劳，能挣也能存，守财能力比较强。若是掌心平薄的话，这种人大多性格犹豫，缺乏魄力，难当大人，挣不来钱，一生财运很差，即使是辛苦劳碌，也只能勉强维持温饱，即使有些钱，最后也留不住，属于典型的漏财手。2. 手有漏财纹。所谓的漏财纹，指的是位于食指和中指指缝连接处的竖纹，掌有漏财纹，那手掌自然也就是漏财手了。这种手相的人一般没有理财观念，对于金钱的管控能力非常的差，对金钱也没有什么概念，有钱就花，没钱就借，整天想的不是怎么能挣钱，而是怎样去花钱，而且花钱如流水，想要存钱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钱存。3. 指缝较宽。漏财的意思是手如漏斗一般，抓不住财。如果一个人的手指合并起来，闭合不严，手指间有着明显的缝隙的话，尤其是食指和中指之间有明显的缝隙的状况，这种手型属于典型的漏财手，而且漏财的程度与指缝的大小成正比，指缝越宽，漏财就越严重。这种人一般花钱比较的随性，只要是有点钱就忍不住的要花出去，很难存到钱，经常是拆东墙补西墙，日子过得比较紧张。4. 手指修长。从相学角度来分析，如果一个人的手指长得较为修长的话，这种人一般很有艺术方面的天赋，很有才华，通过自己的努力，往往能够在某一方面获得成功，为自己迎来金钱和名望。这种人对于名声和权力的追求欲要大于金钱，而且注重自身能力的提高和生活品质，金钱并不会是他们特别看重的东西。为人良好的名声和生活花钱方面从来不会考虑太多，甚至为了达到目标更是不惜成本。不过这种人的挣钱能力也比较强。5. 食指向外歪斜。如果一个人的食指长得圆满而直溜，并且与中指紧靠的话，这种人一般生活态度积极向上，做事踏实诚恳，守财能力超强，一生无忧。若是食指长得向外倾斜的话，此为漏财之兆。而无名指如果也是这样的话，那个食指是一样的，都属于一种漏财比较严重的手相。这种人破财较多，日子注定会过得比较清苦。
通过上述，大家对抓财手和漏财手是什么样的有所了解了吧？大家可以根据上述的方法来判断自己是不是漏财之手。如果有碰到自己是漏财手的，也不要着急，漏财手也是有化解方法的。小酱汁有3点建议。1. 漏财手的人可以将金钱交给家人保管。如果说一个人破财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投资不谨慎，或是花钱没有计划的话，那么要想避免漏财，可以选择将金钱交由自己的家人保管。只要学会如何去赚取更多的钱财即可，不去管理财富，自然可以减少资金平白无故遭受损失的概率。2. 漏财手的人可以佩戴戒指，当手中存在漏财纹时，可以在食指或者中指上佩戴一枚金质或是玉质戒指，提高自身财运运势。这一类戒指饰品可以起到镇压财气的作用，能够确保自己所赚取的金钱不会因为各种意外而遭受损失，从而减少破财的次数和幅度。3. 漏财手的人可以购买不动产，为了能够存住钱财，可以将金钱直接变成房屋、贵金属以及其他奢侈品等等，这一类商品的价值不会轻易下降，可以算得上是一种特殊的储蓄方式，可以有效降低命主的漏财运。有的人明明赚钱不少，但因为各种事情从而导致无法攒到钱，这就说明自身漏财。这就需要我们在生活中格外注意，必要时通过一些手段，从而防止漏财。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啦，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